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啊。现在呢，我在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的乐里村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发现了一座200多年的古石拱桥。在我们贵州呢，这个石拱桥其实是比较常见的，对吧？但是这座石拱桥呢，就比较特别，因为它的桥正下方呢，悬挂有一把2米长的宝剑，已经锈迹斑斑。那么，为什么要在这座古桥的下方悬挂一把宝剑呢？我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。那么我们前方呢，就是这个石拱桥啊，带大家来看一看。这一座石拱桥呢，有200多年的历史哈，据当地的村民讲呢。然后其实我也看了好多的石拱桥，但这一座呢，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哈。它整个桥底座的横向长度呢，目测有5-6米啊。在古代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。那么大家知道，我们国家呢，现在在造桥技术这块呢，被称为基建狂魔。其实殊不知哈，我们在200多年前呢，已经是基建狂魔了，是吧？像这样的造桥技术呢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也是堪称奇迹啊。那像这样的桥呢，没有个2-3年的时间，其实也是建造不出来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都是用水泥啦，对吧？那么其实在古代呢，像这样的桥呢，它是没有水泥来作为粘合剂的哈，那么就是用糯米啊、石膏啊等等一些来作为粘合剂呢，来这个衔接石头与石头之间的这种缝隙。我们从这个整个桥的外观呢，都可以看到很多灰白的这种痕迹啊，这个呢就是糯米加一些泥土啊，包括石膏等等来作为粘合剂的一些痕迹哈，这个都能够看得出来的。我们通过这个镜头的放大呢，能够很清晰的看到桥下呢悬挂的这把宝剑，已经是锈迹斑斑了哈。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桥下悬挂一把宝剑呢？我也查阅了一些网上的资料啊，最多的一种说法呢，就是斩龙剑的一个说法。那为什么称之为斩龙剑呢？就是相传呀，这个蛇呀，通过很多年的修炼之后呢，会变成蛟。那么蛟呢，它再经过很多年的修炼呢，它会变成龙。那么它就要入海，对吧？那么它通过什么样的地方入海呢？它就要通过江河呢进入海洋。它在过这些桥的时候呢，它会抬头啊，它一抬头呢，就会把这个水呢给堵住，那么就会淹没到周边的一些村庄，就会给村民呢带来一些灾难。那它在这个桥下悬挂这么一把宝剑呢，就促使呢这个蛟龙呢它是不抬头，因为它抬头呢会划伤它，对吧？所以呢是这么一个传说。那为什么这一把宝剑在这个地方悬挂了100-200年，而且已经锈迹斑斑呢，却没有人把它偷走或者取走呢？其实这个呢也是有一些说法的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像这种宝剑呢，它也就是那种铁来打造的，它本身呢并没有太多的一个经济价值啊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这把宝剑呢，它是保一方平安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道士啊，在这个上面有施过一些咒或者法之类的，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。所以呢，道义有道嘛。那么首先第一个呢，它并不值钱；第二一个呢，它有一些玄幻的一些色彩。所以呢，说实话，即使是你是小偷呢，你也不敢随便来取这把剑的，对吧？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了解到的一些关于这个石拱桥下悬挂这个宝剑的一些说法哈。你有什么更好的说法呢？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啊。